齐伟，王八蛋！小梅，淑荣呢？淑荣他得留下来看守农场，不回去了。他留下来看农场，他怎么没跟我提过呀？他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啊？这么大个农场，他自己一个人留下来，那怎么行啊？青梅，这个帮我带回去啊。这些东西你带回家去啊。还有，子墨，这个包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哎，齐伟。好的，好的。谁呀？开门。你是谁啊？是我，快开门。你怎么回来啦？新梅说你留下来看农场，我就回来了。我刚才啊，在车站到处找你，死活找不到，我都着急了。他们把你一个人留下来，给你留下什么好东西啊？啊，这是。齐伟，你真好。我煲了糖水，你要不要喝一点？啊，没想到小牛同志还挺小资、挺有情调的啊！你才小资产阶级呢，你是反动派，你是大特务。整个中秋节，全农场就只剩下咱们2个人了。我1分钟都不会离开你。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谁呀？齐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本来已经上火车了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淑荣。本来应该是我留在建湖农场的，我要就这么一走了之，就太不仗义了，所以我就打算回来陪淑荣一块过中秋。那我跟你一样。不过我要早知道你回来陪淑荣，我就不用回来了。我现在在这儿，是不是打扰你们2个了？新梅，你能回来陪我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现在我最亲近2个人都在这陪我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那你快坐，快坐，我一点都不孤单了。好啊，既然都回来了，就咱们3个人一起来过这个节吧。可是
只有糖水喝，没有别的吃的。我去找。要有肉，过节一定要有肉吃。真的啊？你要是能让我吃上一口肉，我死都值了。呸呸呸！大过节的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走。嗯。齐伟对你这样。新梅，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呀？齐伟跟我说，他已经跟你说开了。这段时间宿舍里董邦他们一直在，我不敢问，怕他们说闲话，我也怕你骂我。其实你反倒骂我一通，我心里就好受一点了。我问你啊，要是呢，你必须在我跟齐伟之间做一个选择，你会选谁？我应该会选你吧，我们不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吗？怎么？现在我就要开始做选择啦？看把你吓的！我的意思是啊，如果换做我，也会跟你选的一样。区区一个齐伟，怎么可能破坏得了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姐妹之情？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悬了好几个月的心，今天终于放下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等会儿，你回来了，给爸妈烧的吃的谁给带回去啊？你放心，我都让我哥带回去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吃的吧？好好过个中秋节呀！走走走，找吃的去，走。叔荣，你可真容易满足。不是我容易满足，是命运特别眷顾我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，你小心啊！哎呀，就是在这儿。每次于老三他们捕鱼就是在这儿。不行，这坡太陡了，而且昨天晚上刚下过雨，很滑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每次洗衣服都是踩着点儿来的，安全的很。走吧。快救我！朱荣，你等着！哎呀，长子，你别着急，手给我。我够不着你，你手再过来。哎呀，够不着啊，新梅！哎呀，再来用力！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！啊！好了好了，抓住，抓住！肉来喽！我在呢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要被淹死了。我背你的，不用我可以。哎，新梅，你这样不行，来吧。你行吗？来，你又不住，没事啊。你还是放我下来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放我下来吧，新梅，我没事，我可以自己走。哦，新梅，淑荣，齐伟，齐伟，齐伟，我们在这儿。齐伟，齐伟，齐伟，齐伟。
啊！我掉河里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吓死了！来，让我们一起举杯，庆祝牛淑荣同志大难不死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虽然我今天差点连小命都没有了，可是你看到最后，我还是吃上了香喷喷的红烧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牛淑荣福大命大，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嗯，我将来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。我想要得到的，都能得到。啊，新梅，我还要谢谢你。你看，从今天往后啊，我们又多了一层新的关系，那就是共同生死的患难之交。来，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！为友谊干杯！干杯！七伟，你的卡秋莎来了。上星期我跟他在镇上冲的。你跟他说，晚上8点，河边小树林等我。不行。我郑重声明啊，我可不是你们俩的传话筒和邮递员。哎呀，要不是因为朝阳农场有2个知青叛逃，所以他才说不允许知青谈恋爱。哎，就一阵儿，你就帮帮忙吧，啊！我让人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，这是英雄牌钢笔。不稀罕，你甭想用这个来贿赂我。人民不会忘记你的。什么？狗被人吃了？有这种事啊？胡闹！哎，我感觉好像少人呢。没有啊，没少人啊。牛淑荣去哪儿了？啊，牛淑荣呢？他那个洗衣服还没回来呢。到底是挖野菜还是洗衣服？挖野菜。这深更半夜到哪里洗衣服？不会是跟齐伟约会了吧？哼！上级3令5申不允许知青谈恋爱，这2个人竟敢顶风作案。这个齐伟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以为没有人能管得了他是吧？哼！集合民兵，跟我走。是。干嘛呀？都怪你！这下完了。这淑荣怎么办？说你这是什么？你们2个想要干什么？平时看起来都是要求进步、追求上进的年轻人，怎么一遇到这个事情就犯糊涂呢？报告书记，上个月
毛主席的老人家亲自写信给知青家属，要求切实的解决好知青的生活问题。那么，知青在农村结婚、组织家庭，就是在切实的体现扎根农村的决心。我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。借口？那你怎么不说朝阳农场那2个叛逃国外的知青呢？朝阳农场那2个那是个案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导我们，不要以个体代替集体，不能以片面否定全面。反了你了！齐伟，如果你再顽固不化的话，你所有的先进资格都会通通取消，模范知青你想都别想，而且我还会把你开除出知青队伍。开除出知青队伍？开除到哪儿去啊？开除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去吗？好啊，那您就开除吧。开除完了，我也还是个人呢，我也可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啊。年轻人谈恋爱不容外力干涉。书记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马上分手，再也不要见面了。我求求你不要处罚齐伟。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你看看小牛同志的觉悟，看见没有？你们知青之间谈恋爱，影响的不仅仅是集体劳动，还会影响到个人进步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俩不要见面了，行不行？如果你能做到这些，模范知青就是你的，革委会就是你的前途。能做到吗？啊？书记，行。你让我见见他呀？哎呀，牛书荣说了，他不想见你，你赶紧走吧。那秦梅呢？你这是吃不上碗里的，马上就递上锅里的了。我是想通过他问一问淑荣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赵新梅，有人找。谁呀？你找我呀？他怎么样啊？他真的不打算见我了？我听说了，只要你们俩分手的话，你就可以当模范，有机会去革委会了，对吧？是。可问题是，他们希望我牺牲我跟淑荣之间的感情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淑荣他爸以前就是革委会的，他肯定希望你也能去革委会。我也愿意进革委会啊，谁不愿意进革委会呢？可问题是，他们现在是让我拿我的感情来做交换呀，这我不愿意。淑荣肯定不希望因为他耽误你进革委会，你自己想想吧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免得别人说我们闲话。你别哭了，你要让齐伟看见，多给他希望。
我真想耽误他当模范，耽误他进组委会。新梅，新梅，新梅，对不起啊，淑荣，我求你别再跟我说什么对不起了，弄得好像你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你看，又不是你让我下乡的。 也不是你不让我当标兵的，齐伟喜欢你，不喜欢我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更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这点道理还不懂吗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不过，新梅，我要是能进革委会，我一定给你安排最轻的活，我让你进广播站。淑荣，其实你最应该跟齐伟说声对不起。刚才我都看见了，齐伟为了你，他可以直接跟书记说不当模范，可你呢？刚当上培养对象了，却躲着他，他心里得多难受。我心里也不好受。 可是我不能耽误他进步，要不新梅，你帮我去劝劝他吧，你帮我跟他说，让他再忍耐一段时间，也许你的话他听得进去的。你再帮帮我吧。 去，干嘛？哎呀，卡秋莎，卡秋莎，哪儿呢？刚才就在门口呢。少跟我扯！哎，你去门口看看，刚才真在门口呢。哎，你怎么了？ 是不是他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？是我担心你，想来看看你的。是不是我来了让你失望了呀？这说话不方便。来，你这些天都是这么过的呀？时间过得太慢了，只要一没事干，我这脑子里边就全是他。得喝点酒啊，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七伟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你的理想
你伟大的抱负呢？就都随那个牛淑荣去了吗？去了，去了吧？值得。新梅啊，你不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妈，我没见过像她这么淳朴、这么善良的姑娘。她让人特别想保护她，想保护她，以防她受到哪怕一丁点儿的伤害。你别喝了。你抢我酒呢？拿来，给我。我不许你再喝了。你要喝，我陪你喝，你就不至于一个人喝闷酒了。少喝点儿。干杯！不是，你给我倒点儿。够了吗？行。干杯！怎么还不睡啊？给我灯吹了吧，睡不睡啊？哎呀！一个女人把自己变成这样，我也傻。我为什么偏偏要喜欢你呢？我为什么要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上你呢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淑荣，谁呀？我。哦，淑荣啊，什么事儿这么晚了？齐伟在吗？老三，齐伟呢？跟张新梅出去了。你别着急，我拿件衣服跟你一块找去。淑荣，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在这儿呢。齐伟，齐伟，齐伟。
齐伟，王八蛋！齐伟，我告诉你，起开！叔，你别走，叔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那样的，跟你看到的不一样，我都已经不是这么回事，真的不是这么。你放开我，齐伟！你混蛋！你是个混蛋！你就是个伪君子！你是大骗子！我让你放开我！叔，你一定要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想再听了，我说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哎，老大，大半夜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你们回去睡吧，没。站！你们把齐伟给我看住了，我这就找书记去。张子博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什么不用我管？齐伟分明把你给糟蹋了。我说了不用你管就不用你管。你别跟着我。你应该喜欢新梅的，她比我漂亮，而且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。你现在要想的是你喜不喜欢那个喜欢你的人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让人从北京带回来的英雄牌钢笔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。放开我！新梅是他劝我的，是我自己喝醉的酒，我把它当作是你的。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说牛叔昨天晚上没回来，是真的吗？何止啊！齐伟和赵新梅好了啊！我是做错了事情，可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吗？我给你机会解释，时光就可以倒流吗？就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？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舒柔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怪我。
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不需要你们两个因为这个误会而分手。我求求你原谅我。我知道你因为我的关系，你失去了很多东西。可是就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些并不是我愿意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报复我？淑荣，我怎么会想要报复你呢？更何况，我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你？不，这不能怪新梅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都是我的错。秦伟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去和淑荣好好说的，他会原谅我们。干嘛呀？你别废话，过来。哎呀，哎，我累了，我要歇会儿。哎呀，我这有一个馒头，我们蘸着白糖可好吃了。哎，走开走开，我要学习。你走开。淑荣，你要是打我2巴掌，心里会好受点。你就动手吧。我知道你难受，我知道那种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的难受。我不想让你也承受这样的痛苦，是我求你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别误会齐伟，他心里喜欢的人是你。你别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。他那天晚上喝多了，他抱着我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他那天抱着我的时候，嘴里喊的是你的名字。你知道那天我喝多了，我心里一直喜欢齐伟，所以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拒绝他。赵新梅呀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哎，人家牛淑荣都不愿意看你一眼，你宠她干嘛呀你？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
我和牛淑荣是从小玩到大的，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包括齐伟。你看那个赵新梅，你看那德行，长得那脸就像一个冻坏了的南瓜似的。哎，齐伟怎么可能看上她呢？一定是他在搞鬼。我们把这事儿说出去，让他没脸见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上回那事儿我不敢告诉你，就是那书记来抓你和齐伟，我就怀疑就是他告的状。走，走，我们去告书记去，让他也倒霉。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不想让他变得更坏。我和新梅是很好的姐妹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哎呀，我白着急了，你，哎呀！淑荣，我知道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，可是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原谅。我和齐伟之间不该发生的，都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得一起面对，不是吗？叔，怎么了？又哭了？别难受了，好吗？淑荣，你看你哭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平常我记得那淑荣可好看了，你看你哭，哎呦，真丑，真难看。太讨厌了！你看我学你哭，你看我学你哭，你看我学你，多丑啊，不好看。不哭了好吗？淑荣不哭了啊，来走，走，陪你走走啊。新梅，你睡了吗？齐伟，我在呢，我没睡。我跟你说你妈妈的情况，她现在好多了，她就是太想你了，所以什么事情都容易乱想，年纪大了就会这样的。我去了之后，把你的情况都跟你妈说了，她也就放心了。他一放心，他病就好了一大半了。你别担心了啊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你别跟我说这些了，要没什么事儿，你快点走吧，啊！我不走。齐伟，你听话。我的出身不好，我
自己争强好胜的性格，也容易得罪人。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我，这一次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你还大半夜的跑来看我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会连累你的。别说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齐伟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现在必须马上和我划清界限，要不然我真的会连累你的，听到了吗？你是为了帮我才犯的错误，才被关的禁闭。你觉得我会跟你划清界限吗？齐伟，你知道我喜欢你的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，不求回报。我心甘情愿的，真的。如果犯的是我，犯了什么错误，被关的禁闭，你会跟我划清界限吗？我当然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，我也会站在你身边陪着你，照顾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我愿意关心你，照顾你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齐伟，你不用这样安慰我的，你也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，你不欠我什么的，真的，我没事的，我没事的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你再说一遍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，你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吗？齐伟，我从来都不敢奢望有这么一天，你会对我说这句话。谢谢。哎呀，走走，就在前面了，走走走走，快点走，走走，不去呀！哎，这王八犊子！哎，你别动手啊！掐我呀！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！他这跟我评评理呀！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他要抛弃我
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又来一对离婚呢？哎，你们得等会儿，屋里好几对呢。等什么呀？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我1分钟都不想待。哎，等我回城了，我就把你娘俩接回去，好不好？哇，你个臭狗屁！你要是能回来，我头都割掉了。哎，我肯定回来。哎呀，走啊，走！你别闹了！什么？管一管，在这儿像什么样子呀？别哭了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是真离了婚，你也不过是具有返城资格而已。全农场就1个名额，轮得着你吗？就算有1000分之1的机会，不是10000分之1的机会，我也要拼了命去争取。一次不行，还有下次。怎么回事？闹离婚要争返城名额。哦，书记刚才说了，让他们回去。要是再闹出动静来，谁都别想回城。听见了吗？这是书记的意思。哎，你别闹了！谁跟你闹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书记这2天自己也遇上点事儿，正烦着呢。前几天闹的兄弟几个都给处理了，说是永远不让返城。走吧。行了，闹吧，都回不去了。回不去就回不去，让感情咱俩还要离婚，我跟你拼命！行了，散了吧。你还挺有招的啊，2句话就把他们给唬回去了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他这2天确实心情不好，你值班的时候自己也小心一点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城里招工的名额到底给谁了？你知道吗？反正不会给我。也没关系，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是被人看见怎么办？怕什么呀？谁还不知道？周静美，这么晚了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书记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返程的名额，我还有没有希望？先坐吧。
老一样，高兴了吧？美了吧？嘚瑟了吧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啊，我这个心就砰砰乱跳，特别不踏实。我老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。没事儿。嘿嘿，淑荣有没有想好请我们吃什么？地狱4菜1汤，我可不去。没问题，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。今天，我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返程的人选，啊，考虑到你们每个人个人表现啊，我们大队部的所有成员啊，经过了小心谨慎的投票，现在结果啊已经出来了，啊，下面我宣布。这次北海城招工的人员名额是赵新梅。啊？书记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这董芳跟我说是我反对，咱们农场的执行就是再排个3、5遍，怎么轮也轮不到赵新梅啊！就是啊！大家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你这个反对啊！啊，很具有片面性，啊，赵新梅同志在咱们建湖农场期间啊，一直是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啊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身体不舒服依然能够下到河道里挖淤泥，而且在上工的时候主动要求晚收工，这些你做到了吗？所以说，赵新梅同志啊，是咱们所有知青的楷模，而且呢，这个结果是我们大队部的所有人员啊，经过投票产生出来的，谁也不要有异议。散会吧。散会了。哎，你这也太不公平了！你说是你啊？没事吧，淑荣？新梅，新梅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昨天还说这个名额是淑荣的吗？齐宇，这件事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。但你现在，我求你别再问我任何问题。书记，小妞啊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，但我也没办法。这样，我保证。下次要是再有名额，我第一个让给你。为什么会是他呢？明明是你跟我说让我回去的。小牛同志，我不否认我跟你说过这种话，你也知道我是特别想把这个名额让给你，但是这个决定呢，是大队部所有成员投票产生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结果。刚才你们不都是看了吗？对吧？你看啊，对，这写的明明白白啊，没有关系的，年轻人嘛，来日方长啊，没事啊，对，没事啊。赵新梅啊，哎，可真是个厉害角色。这董芳只不过让她随便抢个名额试试，哎，她竟真的抢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哎，你说他们家吧，一没钱，二没权，靠什么把这个名额抢来的呀？难道是靠齐伟？不可能，齐伟要是自己能弄来的话，自己走好了。哎呀，这可怜了这牛淑荣，这空欢喜了。哎，是啊。赵新梅呢？没看见呢。我刚才看见她往地里去了。
新梅，我知道，名额原本是你的。你要是想打我的话，现在就动手。没错，我是想打你一顿，可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。你自己看。你在哪捡到我的发卡的呀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是不是傻？万一这事被别人知道了，你下半辈子你怎么过？我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是跟我过不去，还是跟你自己过不去？你这样做之前，就算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也应该为齐伟想一想啊！我真是为齐伟感到不值。舒荣，我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齐伟。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欺骗他吗？舒荣，齐伟的性格和脾气你是知道的。他要是知道这件事，他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可是我怕他一时冲动，他会毁了自己的前程。舒荣，从小到大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求求你，就一次，就当是为了齐伟。你起来吧，我受不起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告诉我呀！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齐伟，是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是不是那个王八蛋怎么样你了？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怎么样你了？你告诉我。你弄死了！我弄死他！齐伟，你难道还嫌我在监护农场的名声不够差吗？我求你不要去找他！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丑事吗？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不能就这么算。齐伟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。我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补偿你，对你好。但是你要是现在去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不会原谅你。你别去。
我今天跟你说的，你都记住了吧？嗯。你千万别给自己惹麻烦，就当是为了我。嗯。进去吧。齐伟，记住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来娶我的，对吧？新梅，等我。哎，秋爱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有事吗？你想要干什么？不好了，齐伟把手机给捅了。齐伟，齐伟，齐伟，你们把他带去哪？恶意伤人，送公安局！我求求你，齐伟是因为我才会这样的，我求你帮帮他。你还知道是因为你，再给我捣乱，连你一块送公安局！走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把他害成什么样了！不早了，都睡吧。我没你那么心宽，睡不着。齐培，行了，我挺好的啊。这俩姑娘我可就交给你了啊！要是他们俩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别担心，淑荣挺好的，等我出来了，你最好已经把她给娶了。齐培，在里边多保重，
有什么需要的给我们来个信儿。算。要我说啊，董芳是个好姑娘。起来！你放心，家里有啥事儿有我呢。兄弟等着你出来。终于，青薇，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。等我。我等着你。几位，走吧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他原本有大好的前程，都是因为你，为了你，你把他这一生都给毁了。淑荣，你冷静点，新梅也是受害者。他是受害者，你自己问问他。我告诉你，害了齐伟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你。你也是帮凶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的事是你告诉齐伟的，少在这跟我装。赵新梅，你血口喷人！坐在回程的火车上，我满脑子只有一句话：我终于逃出来了。3年前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剑湖农场这个承载着我最初的青春和梦想的地方，同时改变了我和淑荣各自的人生轨迹。看着窗外已经熟悉的山山水水，他们竟是那样的亲切，却也那样陌生。那个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：“赵新梅，是时候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了。这将是一个新的起点，这也是第一次你靠自己改变人生的命运。
第一次走在了牛淑荣的前面。努力吧，别人有的，相信你也一样可以有。受苦了。新梅呢？你们先聊吧，我出去等等。我给你带了好多吃的，有苹果、梨、香蕉，还有一个大西瓜。上次你不是说这儿蚊子多吗？我还给你带了风油精，还有清凉油，都在预警呢。你一会儿记得拿啊。新梅呢？新梅有没有托你们给我带什么话呀？没。那新梅有没有托你们给我带信呢？西梅，你够了！每次我大老远跑来看你，你就一直问赵新梅、赵新梅、赵新梅。赵新梅她有这么好吗？她害你害得还不够惨啊！是我对不起她，其实。明明就是她。算了，不跟你说。我说了你不明白。这波挺好的，虽然看起来人斯斯文文的，到了关键时候是个真爷们儿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能不能不要说别人？我们在说你。你有什么好说的？七伟，你又不是一直要待在这儿的，6年之后你就自由了，你又可以回到那个意气风发的齐伟了。你太天真了。不是我太天真，你以前总说我像个孩子一样长不大，可我现在不是个孩子了，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你答应我。就算是在劳改，要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你，我想要的是赵新梅。以后别再来了。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不值得你这样。队长，我会号你了。七伟，你能不能忘记赵新梅？为你自己而活。把你们带来的东西都带回去。七梅，你现在真好看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花呀？真漂亮。
这是我给唐阿姨织的，上海现在最流行的新样式。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淑荣，吃糖。大白兔呢？哎呀，我晚点再吃。我一看到你啊，就想到我们在建湖农场那会儿，真是吃了不少苦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不堪回首，你就是这么定义我们的过去的？那你跟齐伟的情感也是不堪回首吗？淑荣，你该不会因为齐伟特意来找我的吧？新梅，你忘了齐伟对你有多好吗？你忘了你是怎么才可以回城的？你答应过他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他现在每天都在想你，你是他在牢里唯一的希望。你为什么不给他写信？你不去看看他呢？因为我想忘了他。建湖农场对于我来说，就像一个圆圆的井口，我必须跳出来，否则我就一辈子待在那个又黑又暗的井底，永远被困在那里。齐伟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，我不去看他，不给他写信，是因为我不想触碰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回忆的事情。你的意思是，既然你跳出来了，就不打算回头了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我好不容易花了代价才跳出来的，我怎么可能回头啊？我不但不能回头，我还必须迈开大步向前走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留恋建湖农场，留恋那个有齐伟的建湖农场，而我只想忘掉在建湖农场发生的所有事，忘掉那里的每一个人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赵新梅，我能出现在你面前特别不容易，我求求你，你回去看看齐伟好吗？可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白说。你就给他写一句话，就一句话，不要让一个在牢里度日如年的人绝望。我也求求你别逼我了，要写你自己写。